没想到上期的视频大家非常喜欢，喜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讲移民政策的视频。那我就继续抓紧写之后的说说心里话系列。今天说另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加拿大的找工作情况。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属于工作阶级，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所以在这边能不能找到工作很重要，也是很多时候能否移民的关键。显然这些问题又是大家可以见解不同，甚至相差很多的经典话题，甚至是吵架话题。我自然不是来吵架的，但是想说成滴水不漏，让所有人都满意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就说一些共识、客观数据，还有我们的真实感受。是的，我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我有我的态度，我也想要表达。首先必须要承认，找工作这件事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人容易找到工作，有人就是死活找不着。这和自身的学历、技能、工作经验，甚至是运气等条件息息相关。除了个人因素，和经济大环境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经济好的时候，各种产业蓬勃发展，自然也好找工作。经济下行不好的时候，那各行各业都银根缩紧，招聘岗位放出来都很少，自然工作不好找。还有一个地理因素也无法忽视，有的地区产业发达，工作岗位多，有的地方就产业稀少，工作岗位少。总之很难一概而论，给出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或者一个永远普世的答案。所以还是先摆客观数据最重要。这里最值得关注的，那自然是失业率水平。加拿大在2023年10月的全国失业率是 5.8%， 这个数字首先绝对不算高，并不是很糟糕的水平。具体来说，在发达国家处于一个中游水平，但并不是最好的那几个。比如日本的失业率就低得惊人，只有 2.6% 的水平，还不到加拿大的一半，真是人人有工作。隔壁美国也十分之好， 3.7% 的失业率。同为移民热门国家的澳大利亚也是 3.7%， 英国是 4.2%。 一向给人感觉经济实力强劲的德国，失业率其实和加拿大类似，也有 5.7%。 另外两个传统老牌强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是 7.4% 左右，比加拿大差。当然这些统计数字的口径可能并不相同，我也并没有详细去研究，这里也不是要定量分析，就是给大家一个直观感受，加拿大的经济情况大致在一个什么水平。这是加拿大整体的失业率水平。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想到，难道新来的移民找工作也能和本地人一样吗？这个问题很好，确实是担忧到了点子上。加拿大统计局也专门研究发布了这个数据，就是移民群体和加拿大本土出生公民的失业率对比。这里和大家听到的传闻一样，确实新移民不好找工作，表现出来的数据就是失业率更高。这里第一行是加拿大总的失业率数字，第二行是所有移民群体的失业率数字，之后是移民群体的3个细分，最后一行则是加拿大出生公民的失业率。可以看到，这里面移民群体的失业率数字相对于国家总体的失业率数字是更高的。看3个细分群体，趋势也非常明显，失业率和来加拿大的时间呈现完全的负相关趋势，那就是登陆加拿大的时间越短，失业率越高。登陆10年或者更久的移民群体，失业率水平已经和本土出生的群体很接近了，有时候甚至有更低的失业率。这种数据很符合预测。一开始来到新的地方，没有人脉，没有积累，文化不适应，甚至语言都还没有完全过关，找到工作的概率肯定低一些。随着时间增加，认识更多人，也可能去学校读书深造，或者转行后再继续找工作，自然成功率会更高。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问下去，那就是能找到工作的话，是什么样的工作居多？和我之前说的 LMIA 办理状况非常吻合。临时劳工在加拿大主要填补的是低端工作的空缺，包括农业、服务、餐饮业、行政支持、废弃品管理和处理行业。但是同时也别忘了，临时劳工在高技能行业里也是不成比例的高占比，比如专业科学领域、技术服务领域，还有信息文化产业。也就是特别高技术的好来加拿大，因为本地人干不了；特别低技术的也好来加拿大，因为本地人不太愿意干。这里继续上统计局的数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高学历但是找不到匹配的工作。这里统计了从2021年至2016年的移民数据，
有大学学历的移民找到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的比例从46%下降到了38%，而同比例这个数据在加拿大出生的人群里还是保持基本上不变，60%左右。所以这就牵扯到另一个热门的话题，阶层滑落。移民到一个全新的国家，这种事情肯定难以避免。所以我一直觉得移民加拿大是一个风险投资，不能总把事情想得太美好。俗话说的国外的月亮都圆一些，到了加拿大一切也都会变好，这种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选择了移民就当成一项投资，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好好经营才是关键。哪怕一时真的找不到匹配自己技能经验的工作，造成了阶级滑落，但是在加拿大还是有机会扭转的。比如马上要说的我们之后的加拿大找工作经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对了，千万别觉得我在故作理性、客观、中立，甚至辩证大法。我的态度一向很鲜明，我非常讨厌那些理科中辩证大法师，说出了一个问题好与不好，不代表就是要各打50大板。就像一个人考试没考到100分，只有90分，不代表就要和不及格的人是一样的。很多人说国外的生活的时候就喜欢带着这种态度，什么国外也一样，哪里都一样，似乎不是满分就都是一样。希望我之后的经历会让大家感觉到加拿大就是和大陆不一样，要好太多了。那么现在就开始说我们在加拿大找工作的经历和感受。先说我之前大陆的最后一家公司就是加拿大公司，有一些加拿大同事。我读书期间找实习也确实用到了以前的关系，很快就找到了。毕业之后还一度有可能重回这间公司继续工作，不过最后并没有实现。我读书期间还做过1个月的正规暑期工，做的是游戏测试，算是最开心的一份工作，因为每天工作内容就是打游戏，而且是我喜欢玩的游戏。每天努力打游戏，打不完还要加班的感觉，实在是有点奇妙。待到毕业，真正找加拿大的第一份正职工作也没有很费劲。当时有一个 JD， 就是招聘广告，里面的工作内容和需要的技能基本上和我之前的一模一样，所以投了之后很快就收到了面试电话，最后是2轮现场面试，也顺利拿到了 offer。 从真正开始投简历找工作到最后入职也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这其实也是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工作经验的可互换性很重要 ，interchangeability。 有很多新移民在母国有很多的经验，包括专业工作经验，但是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找工作却屡屡受挫，这其中原因肯定有各种，但是工作经验的可互换性是一大因素。所谓可互换性，就是这个工作内容之前有没有做过，来了之后能不能很快上手。这边的老板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员工，省去了很多麻烦。所以都是说 IT 程序员过来加拿大是最好找工作的，因为写代码基本上全球通用，在哪里写都是一样的代码，直接上手没有问题。有些类型的工作就很难直接套用在加拿大这边的劳动市场，所以多年的经验和技能有可能就是归零。没有经验的话，在加拿大找工作，特别是技术工作还是比较艰辛的，因为很多初级岗位也需要1到2年的经验。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一个类似死循环的局面，本来就是要找工作，但是没工作经验就找不到工作，而找不到工作哪里来的工作经验？这在新毕业生和新移民身上其实经常能看到，确实令人唏嘘。这种局面之后我也遇到了，因为找到了这份工作，虽然内容很符合之前的经验，上手很快，工作内容也不繁重复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通勤。那个时候还在多伦多，开车到市区上下班实在是痛苦至极，每天上下班的拥堵真的是不堪回首。我有几次字面意义上的开吐了，下班本来就很累，还要长时间疲劳驾驶，回家就吐了。还有一次为了抢道差点出车祸，更有一次为了避开主路拥挤，绕路到了小区的小路，然后超了一个校车，后来直接接到警察局的电话，因为那个校车司机把我举报了，我却完全不记得当时那个路边有一台校车。终于在某一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准备转行 IT， 一个谈不上艰难的决定。最开始的计划是先继续上着班，同时上 college 的夜校课程来学 IT 编程。一开始先选了2门课试试感觉还行，能读之后就继续选课读到了结束。为了生活，正职工作一直也没有辞，
就白天上班，下班了之后晚上去上课，周末就写作业。这样4个学期的课程，我一共读了6个学期，正好2年读完，拿到了这边 college 的 IT 编程专业毕业证，而且最后成绩还不错，考试基本上都是 A 或者 A+， 最终的 GPA 绩点是 3.9， 满分是 4.0， 这算是这么多年读书最厉害的一次，甚至有点感慨，早就应该读书转 IT 的。读完书拿到了毕业证，下一步自然就是找工作了。不同于以往，这次是真的应届毕业生状态，全心找工作了。没经验，时间也不充足，当然水平也不高。现在回想起当初那段找工作的时光，会觉得真的是就业市场非常好的情况，连我这种零经验的也能得到不少面试机会。最开始投的第一份简历就收到了回复，面试做题，之后也有不少这样的机会，不过水平还是不行，很多题目都做不出来，面试问题也答不上来。1个多月过去了，一个 offer 都没拿到，有一种非常挫败的感觉，甚至短暂的进入了否定自己的阶段。于是进入调整期，不再那么疯狂的投简历，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准备一些内容。面试多了也会积累经验，知道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比较好，什么样的内容是比较会经常被问到的。很多缺失还有似是而非的知识点也需要重新再学习或者复习一遍。最后还有很重要的 Leak Code 刷题，太复杂的做不来，基础的题目还是要会一些的，否则面试被考到做不出来就太难看了。没错，就是在说 To 上。终于在毕业之后的第3个月，情况开始好转，有2家公司的面试都进入了最后一轮。进入第4个月没多久，终于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 IT 职位 offer。虽然是个 junior 职位，但是薪资已经比当时我的正职工作更高了。这里没有网上那些大厂高薪的故事，就是一个普通人中年改换赛道，付出努力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总结这次转行找工作，有几个要素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就是技能，这个没得说， IT 技术岗位没有技能是不可能通过技术面试的。然后就是坚持，从一开始的意气风发，到各种碰壁挫败，再到重整旗鼓，充电学习，再战，最后拿下 offer， 这其中的艰辛不少，想放弃的念头却从未有过。之后也有很多人问过我，零基础转码可以吗？我的回答总是当然可以，写个代码也不是造火箭，没有那么复杂，只要付出相应的时间和精力，总会有回报的。失败只有一种，那就是半途而废。最后一点虽然有点玄学，但是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就是运气。新人没有经验，很多东西不会是很正常的。自身努力学习是一方面，公司的期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有公司愿意吸纳这种新人来学习，新人才会有机会。否则即使再努力，没有经验就是没有经验，简历关可能都过不去。只有多投多试，遇到这样的公司概率才大。总而言之，新人找工作，特别是第一份工作，实力、坚持和运气，我觉得缺一不可。当然，我的情况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因为在找到第一份 IT 工作之前，我都是还在全职上班，投入的时间精力都不是那么充足。找到了新工作之后，才敢辞掉原来的，毕竟随便裸辞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压力更加巨大。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时期。我找工作的时候正好是疫情期间，虽然当时大家都觉得疫情期间可能不好找工作，但是现在回头看，那个时期其实是找工作的黄金时期。因为疫情后就开始了货币宽松政策，企业资金充足，开始大量招人，并且疫情后开始有了大面积远程工作的机会，这让找工作没有了地域限制，大大拓宽了找工作的选择范围。相对于我的情况来说，我夫人的情况好一些，她也是转行，全职就读的 college 编程课程，中间有去实际工作实习，毕业后还专门就读了一个 IT 培训班课程，所以又有实习工作经验，知识学的也比我扎实很多。开始投简历找工作，前后只花了1个月就全部搞定，拿到了 offer。因为同时又拿到2份 offer， 还挑了一家觉得更好的 counter offer 之后，拿到了更高的入职薪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都是 PR 后转行去读书的，所以有不错的政策可以享受。本地生的学费本来就不高，我们更可以拿到学生贷款和助学金。实际上我们是1分钱不用花就可以读完所有课程，并且还能补助到一些生活费。
学生贷款在就读期间也无需偿还，没有利息，毕业之后才开始计息，也可以分很多年再还清。所以经济方面并没有任何压力，这也是加拿大美好的一面，鼓励大家学习。这边也有很多新移民来了之后，或者拿了身份之后继续读书再找工作，就像我们一般。而且这边找工作也并没有那么多歧视性的政策，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在加拿大找工作的时候，简历上是没有照片、出生年月、性别、婚否等等这些个人信息的，面试的时候也不能问，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其实找工作的时候就应该是看教育、工作经历、经验、技能这些才对。我当时找 IT 工作的时候已经是接近中国那个优化的年纪，但从来没有被年龄关卡过。我当时就笑言，我要是去中国，可能送外卖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想找什么 IT 工作，简直做梦。所以担心年纪大在加拿大不好找工作的朋友大可放心，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一样的。这期又聊了不少，希望大家看完对加拿大又多了一份观察。还是那句话，不是移民建议，都是我们对加拿大的观察和感悟，还有亲身体验。目前来说，体验都还不错。当然之后肯定会有一些糟糕的地方，我也不会藏着掖着。毕竟喜欢一个地方，也总会伴随着批评和建议，这个地方才会变得更加好。敬请期待之后的节目。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关注。最后再感谢我的会员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我们下期再见。